早在2010年，在 TED 的演讲当中，他就通过一个碳排放公式的展示，阐述了人类要走出灭绝危机，需要一场新能源奇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上一集咱们刚刚解释了嗷嗷狠，我说呀，就是扎心、堵心、揪心之后的自然爆发感，和秋波有异曲同工之效。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，有人问飘哥，到底什么叫秋波呀？着急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跳到1分09秒哈。那他是这么问的，他说绝对不可能是菠菜的意思，但我们可爱的导播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，确实在3次疫情的那一集，也就是上一集，只显示了一颗大菠菜，忘了秋波了，就是秋波，这就引起了许多不知情人的误会。OK， 秋波源自于搞笑大师赵本山的作品《缘起暗送秋波》，暗送秋波甩出来的包袱解释为秋天里的菠菜，原来以为地球人都知道啊。就像是李雪琴说的，宇宙的尽头在铁岭。 OMG， 回头一定会有人问飘哥，铁岭是宇宙中的哪颗星啊？ Oh my god， 秋波，这个世界暂时先归于平静吧，以后我们在互动当中再仔细的说。好的，那么咱们飘归正传。近期，尤其是大选期间，全球前首富盖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科技钢铁侠伊隆马斯克曾经是居于首富，这两天忙着火星身份证了，一留神亚马逊的贝佐斯又冲了上来。这不是重点，说是这个老盖茨近期的传闻很多，网友也可能都听说了，甚至被冠以邪恶精英的名声。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，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。这本书的名字叫 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， 翻译中文就是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。谁写的呢？对了，就是比尔盖茨。最近他所发表的大作，也是这个月发表的最新的作品，乍一听也是一本预言书啊。那么可能这个又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了，因为这本书阐明将来的人类或者地球可能会面临大于疫情的天灾。关键时刻当中的宝杰哥的语气就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 OK， 相信阴谋论的人听到后来都崩了。他曾经讲过如何避免一场病毒大流行，大流行就来了。现在如何避免一场天灾？难道天灾又会被说中吗？难道病毒之后还要来场天灾吗？ Oh my god， 嗷嗷狠。那么这本书到底都说了什么呢？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。书中大体的内容是这样的，比尔盖茨提出了范围广泛、实用且可实施的计划，以及世界如何及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0，以避免气候灾难，通过核能、太阳能等等发展新能源，并阐明了这个世界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零碳目标，阻止人类滑向灾难。如果不能按照既定的方针进行，那么下一个灾难就是比病毒更严重的天灾。老盖在2000年辞去了微软 CEO 的职位之后呢，每天便沉溺于烟花柳巷。OK， 开玩笑啊，老盖是沉溺于和妻子共枕眠。OK， 又说错了。OK， 沉溺于和妻子共同开发慈善基金的事业当中，他们的梦想是改造世界能源，拯救人类。
他们花了10几年的时间研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，并请来了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工程学、政治学、金融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。太有才了，不仅仅是有才，是太有财力了。那么一请人都是一车一车的，一班人马一班人马的请，曾经一度的有人把马大大和他相提并论。老盖也就通过这个基金，专注于为阻止地球滑向某些环境灾难所必须采取的措施。有些人看到这里，肯定的就揪着鼻子扔出了一丢丢的大鼻涕，说：“哎呦呦，真的吗？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那么表示怀疑的人，就是对阴谋论深信不疑的人。OK， 不过大家近期看到了自然灾害给人类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。自从上次咱们报道了日本地震之后，又有网友提供信息，说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火山爆发，夏威夷火山和菲律宾的塔尔火山蠢蠢欲动。而近期的美国德州的电力中断、水管破裂，让生活在加拿大的人笑掉了大牙。因为德州如此的灾荒，竟然是因为温度骤降到-22度，而加拿大每年都要经历-40度的低温。但是虽然对加拿大是个大笑话，但是对于德州人，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做-22度的温度，从来没有看过雪长什么样的地方，这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让他们承受-22度，那就是让他们承受一种崩塌、一种崩溃、一种无家可归的境地。而此种状况最近也有网上报道，已经导致数十人死亡，数万人无家可归，甚至有民众到垃圾箱争相抢食物或者捡食物。太悲催了，听起来太悲催了。看看这些照片，这特么的垃圾桶怎么装的都是罐头呢？网上说过的不如第三世界国家，第三世界国家的垃圾箱都是罐头吗？ Oh my god， 嗷嗷狠。如果有这样的垃圾箱，请问在你的国家会有人去捡吗？这个问题挺狠的，要求必须回答。 OK， 这不是捡垃圾，这叫奢侈。我们先暂且不管德州到底是怎么个状态，到底有没有人去捡垃圾箱，但是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袭击是印度神童以及门塔、Johnny 等预言家多次提到的。这个我们在分享印度神童预言时都曾经细致的讲过。其实这一点也是科学和预言的契合之处，当然也存在着一种对立，因为科学和玄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够编织到一起。当然老盖还是利用他的无比强大的资源做了大量的 research， 也给想了解将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怎么应对提出了具体的看法，甚至他希望拜登能仔细的阅读他的书。而老拜也是不负众望，一上台就签署了重回巴黎协议，但为了重新巩固地位，也是败火了数以亿计的钱在里面。盖茨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口增长、能源需求和气候变化之间的问题。早在2010年，在 TED 的演讲当中，他就通过一个碳排放公式的展示，阐述了人类要走出灭绝危机，需要一场新能源奇迹来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能源需求的缺口，同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，避免给气候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而也正是当年，大约是在2015年的一场 TED 的演讲，老盖推着一个大油桶就上了讲台，而也就是这个演讲引起了一系列的阴谋论等等轩然大波。在这场演讲当中，他讲了在将来会有病毒出现，而这个病毒是比埃博拉更狠的病毒。埃博拉不会在空气中传染，但是新的病毒会的，那将是比原子弹更可怕的结果。而且还用了好莱坞的电影传染病的画面加以衬托。也就是从他的演讲，他说的核泄漏或者核爆，然后到了
埃博拉，然后到了空气传染、传染病、病毒疫情，从疫情又到了现在出书，说是巨大的自然灾害。阴谋论者一定绝望。Oh my God， 你到底还想再干什么？这就是开篇的阴谋论邪恶精英的出处，让盖茨感到头疼不已，说他试图是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邪恶化身。盖茨对新浪科技感慨说，自己在此前从未想过会有如此多的阴谋论，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阴谋论的攻击对象。盖茨说，这是一件很可悲、很可怕的事情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，有大量的美国民众因为阴谋论而拒绝戴口罩，不愿意接种疫苗，这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疫情的结束时间。盖茨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谣言是如何产生的，对疫苗里面带有微型芯片这样的阴谋论更感到是匪夷所思。但是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传播科学知识，普及事实，促使民众对阴谋论免疫。盖茨尤其也强调，这也需要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的共同配合。印度神童大家都知道的，一直非常不买盖茨的账，一直说有一批邪恶精英，而网络中的阴谋论从来也没有停过，说的头头是道，什么病毒和 AI 的关系十分的紧密，什么疫苗中有 AI 的跟踪密码，什么 5G 是疫情的制造者，理由是 5G 的频率和新冠的频率在同一个域的范围之内。同时呢，似乎也有很多的东西都和这个曾经创造了神话的大咖联系上了，使这个计算机软件的大咖成了替罪羊。有人骂也好，说也罢，事情还要归事情。在惊涛骇浪当中，一个人踩着滑板冲浪，即使刺激，但也总是让人感到心惊肉跳。曾经的盖茨这样说过，我简单的仿照一下盖茨的语气哈。盖茨的演讲大家都听过吧？有一点点细的嗓音。那么我们说小沈阳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吗？ OK， 浑厚代表着凝重，纤细代表着智慧。盖茨呢属于是后一种，是这样的。Is there anything that kills 10 million people in the next few decades? Most likely it would be a highly contagious virus rather than a war. Not missiles, but macros. We are not ready for the next epidemic. We did not have the system at all. 当时他确实是讲了病毒大流行会很可怕，甚至传播性高于埃博拉病毒，但是有时为了一个谣言，越解释就会越乱。大家怎么想呢？放下这一切，让这世界先暂时归于平静吧。还是来看一下老盖曾经的名言和一些天马行空的脑洞，来增添一些生活的乐趣。有事的去办事儿，别耽误了你办事儿；没事的咱们继续再侃一会儿。老盖说，许多人都以为生活是由偶然和运气组成的，其实不然，它是由规律和法规组成的。神秘界的理解是，这个说法用在美国的社会或许是真实的，用在神秘界其实那更加的贴切，因为规律和法规就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。而我们下一期视频会更加离奇准确地诠释这一点。老盖说，人生的选择决定一切。神秘界的理解是，确实如此，也正因为选择才有了平行宇宙。老盖说，生活是不公平的，你要去适应它。神秘界说，是的，因为一切皆为注定。老盖说，爱情比软件还要难开发。神秘界的解释是，是的，因为爱情属于感情的范畴，而感情属于直觉的范畴，而直觉来自于内我，而内我是高龄的体现，所以软件仅仅是三维世界的脑力产品，当然难度比不了爱情。好的，
对于比尔盖茨大胆的自然灾害的预言或者预测，你有何高见呢？欢迎留言。疫情期间，祝愿大家平安，拥有美好的一天。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独在异乡微课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Peace and joy.